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说说德国移民政策。我们从一件突发事件说起。昨天在德国，在我所在那个州叫北威州的一个小城市，在街上又发生了一起持刀砍人事件，由3位叙利亚人，其中最小的只有15岁，另外呢两个成年了，在这个小城的街上对一位18岁的罗马尼亚青年用刀袭击。这个罗马尼亚青年呢，生命垂危。好在在德国这个急救系统特别的有效，因为德国法律规定要在比如说3分钟、4分钟之内，所有的德国任何的地点都能够这个救援的人员到达。所以呢，当时这个救援人员反应的非常及时，而且派了直升机来，所以呢，马上在现场处理之后，就把他送到那个急救医院去了。目前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反正媒体的报道是生命垂危。而这个人呢，被这位15岁的叙利亚人呢捅了好多刀，从他的那个背后更可笑的是，这位罗马尼亚青年是在德国的警车前面被捅的，然后呢倒地了。虽然德国的警察有的时候在现场，但是还是发生这样的悲剧。那是不是德国的警察有的时候是没有什么用呢？就像我前天才说的前天德国才发生了，在阿沙芬堡那个地方，我乌鸦嘴说了，绝对不是德国最后一起。你看，才过了2天又发生了，又是叙利亚的难民或者外国人，难民不知道是不是反正就是说他是叙利亚籍的另外，在德国，他的媒体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是故意隐瞒还是怎么样？比如说，德国图片报说了是叙利亚人，但是德国其他的有的媒体根本就没说他那个背景是什么，就是说是15岁的少年，然后呢，另外2个是成年的，一个是24岁，另外一个好像是28岁，反正3个人一起呢，把这个罗马尼亚人把他捅杀了而且是由这15岁这个少年。为什么由他呢？我相信是因为他们知道德国法律15岁是未成年人，所以即使他把另外一个人杀死了，也没有很大的那个责任。我估计是这样当然媒体没有说，但是我猜测应该可以吧。这件事情呢，在德国媒体又引起了轩然大波。我看了一下德国那个读者的或者网友的评论，绝大部分人都是非常非常的气愤，说我们德国不应该发生这样的情况，又责怪德国的移民政策或是难民政策，然后呢责怪德国各个党派怎么样。然后呢，我相信这次呢还是对下个月举行的德国大选有一些影响，对德国选择党肯定有加分的作用，相当于帮他助选一样。德国选择党它对犯罪的外国人，还有对无证在德国的外国人是采取零容忍的政策，而其他党派，特别是绿党还有社民党等等，是比较宽容的。又发生这起这种恶性事件之后，可能对选择党有加分的作用。从一些网友评论，我还发现，现在的德国人呢，就是呼吁德国现在就是民调最高这个政党是基民盟，他总理候选人叫莫尔茨，呼吁莫尔茨要与那个德国选择党相向而行，最好呢与他合作，这样的话对德国更好。而目前呢，莫尔茨或者是基民盟还有其他德国任何其他政党都原则上排除与德国选择党合作的可能性。那么今后我不知道通过这件事情之后，或者通过过去这2-3天发生2起恶性的砍人事件之后，德国的政治会不会倾向于与这个德国选择党合作呢？我觉得如果是这些政党倾听德国选民的心声，他们应该这样做。还有我发现就是德国现在这种恶性这种事件已经变成了家常便饭，我一点都不感到那个意外，一点不感到震惊了。然后呢，我特别担心，就是我德国的家庭因为他每天上下班都要坐德国的火车，每天都要去火车站，所以我真的非常担心。我也对他表达了，我说今后是不是自己买车，自己开车算了。反正我是很担心的我现在在德国上街很担心，我去火车站也很担心。前天我在那期节目已经说了。好了，你看德国这种恶性的事件层出不穷今后只会更多不会更少，就要看
下届德国总理他当选之后，能不能够倾听选民的心声，能不能够对这些特别是犯罪的还有这些无证的难民，真的是不是采取更严厉的措施遣返他们？因为我觉得德国到了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的时候了，否则这个国家的治安完蛋了，真的啊！你们看，如果一个国家的治安不好，对本国人民不好，对本国经济也不好，对外国游客、潜在的游客也不好，人家看到你德国隔三差五，或者是几乎每天都发生这种恶性砍人事件，那些潜在的外国游客，他知道德国治安那么差的时候，他可能都不敢来了，对吧？然后外国投资者，他看到德国治安那么不好，然后呢，德国经济形势不好，德国能源价格那么高等等，他也不敢来投资了。所以呢，对德国我认为呢是非常不好的今后啊。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说德国移民政策。我从我本身这个例子说起吧，因为我在德国之前啊，我没有加入德国国籍之前，我就是妥妥的外国人，对吧？当然现在虽然我加入德国籍了啊，我有德国身份，但是在普通德国人心目中，我照样是外国人，因为呢，我长着一张外国脸。一看就知道我是外国的，对吧？我有外国背景的，一看我就不是纯种的德国人。好，我们又回到德国移民政策，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因为当时我在德国，特别是读大学的时候啊，每年要去延签，就是延长我的签证，延长我的居留。所以呢，每年我不得不与德国移民局打交道。当时我是在德国南部叫斯图加特这个城市。我相信啊，在德国几乎每个地方移民局他们的工作人员的态度，对我们外国学生，对我们外国人的态度都差不多的，可以说极度恶劣。而且他每次我去延签的时候都冷眼相待，而且会刁难你，问你要这样，问你要那样。特别操蛋的是，他不一次说完，他硬要在那里卡你。比如说这次呢我去了，然后他说你缺少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下次我去，他又说你缺少另外的东西，我就有次我就拍桌子了，我说你应该告诉我到底缺哪些东西啊，不要让我一次又一次来啊。后来呢，另外一次呢，我就拉了一个德国朋友去，叫他陪着我去。你看，有德国人去了之后，他们就态度完全不一样了，好像变得相对来说友好多了。如果你是单独一个外国人去，他真的是看你像那个仇人一样。所以呢，我在德国对德国所有的官方机构印象最不好的就是移民局，真的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德国长期生活、工作、学习的人，你们当年，比如说你如果来过20年、30年以上的人，你当年去移民局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对你的？然后现在你们现在新来的那个学生啊，来留学工作的，他们现在移民局的又是怎么样对你的？我真的希望呢，你们写下你们在德国移民局的经历是怎么样的，我特别的好奇。因为我现在已经 N 年没有去移民局打交道了，已经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工作的了。但是呢，从之前我在网上看到有些在德国生活的朋友们啊，就华人朋友们或者中国人在这里留学的，他们跟移民局打交道，也是说他们的态度也是相当的恶劣，可能没有改变多少，没有改进多少吧。当年我还记得非常的清楚，就是我们有些留学生成功毕业之后，拿到了学位之后，然后移民局的人啊，对他们很刁难，就不给他们留在德国。而现在呢，应该我听说有1年的找工作签证，当年是没有的啊。你毕业之后如果没有找到工作，你马上就得卷铺盖走人，就撵你走。当年啊，在德国要在德国读大学拿到学位毕业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些人在德国属于德国急需的所谓的专才吧，但是这样的人在德国从移民局的角度来说不受欢迎。我觉得移民局还有德国经济部门或者德国企业方面，他们是没有那个联网的，就是说他们部门之间没有协调。移民局的人他的工作就是管控你外国人，或者是撵走你外国人，反正你在德国待够了之后你就得走。我们留学生，我们的签证就是来留学，那你毕业之后你的签证性质就不可能改变了，所以呢就移民局把你撵你走，不给你延长签证了。所以我就觉得像这种德国的移民政策其实是相当的僵硬，而且呢与经济部门没有合作或者没有沟通，所以造成了
我的移民局我就管控你的移民，撵你走。然后呢，经济部门就特别急需德国的专才，但是呢得不到签证或者得不到延签，所以呢这些人如果是没有及时找到工作，就不得不离开德国。当年我们很多中国人其实特别想留在德国，因为当年啊，德国和中国两国的经济啊、发展水平啊、收入都相差非常的远。能够在德国顺利拿到这个学位、拿到毕业证书的人，大部分人还是想在德国先留下来，先工作，然后呢，有了工作经验，比如说几年之后呢，再回国去，这样镀了一层金，回去呢更好。而且当年海归是非常受欢迎的啊。很多人在德国因为得不到延签，所以呢不得不一毕业之后就离开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离开可能对他们来说，现在回想起来反而是个福音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比如说2015年，德国国门大开，那些100万、200万所谓的难民蜂拥进入德国，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签证，就是说我是难民，然后呢，德国就接纳你了。而想当年我们辛辛苦苦在德国苦读啊，可以说是头悬梁锥刺股，把这学位拿下来，而移民局把我们赶走。所以我就说啊，德国的移民政策是非常非常的变态的，变态到发指的程度。我认为还有另外一个例子，还是现在的啊，2024年、2025年，一个网友告诉我，他的女朋友是浙大的人。浙江大学是全国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大学，反正就是全国肯定是妥妥的前5的大学。这所大学的学生肯定不简单。一个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他想邀请他浙大的女友来德国来访友旅游，他的雅思成绩也很不错，当然那个钱肯定也不错了，肯定能够提供德国驻华大使馆要求的所有的证件。但是最后还是被拒签了，大使馆当然没有给出原因啊。不过这个中国留学生他猜测是因为担心他的女友在德国黑下来。其实目前啊，到2024年，任何一个在浙大的或者是一线的城市的人，或者中国普通的城市的人，只要他在国内有一份工作，而且不错的工作，99%的人来了德国之后，绝对不想留在德国。他来德国之后，看到德国的那个现状，看到德国的基础设施，看到德国的这个生活便利程度怎么样，跟国内比起来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一般人根本不会想留在德国，更不会想黑在德国。德国驻华大使馆就这样拒签了啊！人家是来这里探亲，来这里消费，来德国帮德国 GDP 做出贡献，你看不给签证，而其他人来当难民的。任何的三教九流的人，什么垃圾都把它收集起来，这就是德国。德国移民政策就那么变态。2015年的时候，当时啊，就是德国不是打开那个国门嘛，任何人都可以进来，说我是难民，然后呢就可以拿德国福利了。当时啊，我就说了，跟一个德国好友，我就说了，这样的政策对德国是灾难性的。我说，德国是缺乏移民啊，也急需移民，但是呢，不是急需此类移民，而是急需呢所谓的专才。所以我当时建议啊，我是把我的观点告诉我的那位德国朋友，我说德国引进移民，我觉得我非常的赞成，但是呢，我觉得德国应该向加拿大学习，就是积分制度，比如说你是什么文凭的。然后你什么什么专业的，你的工作经历怎么样？应该采取很多的参数，这样才能够吸引德国急需的人才，而不是这样随便打开国门谁都可以进来。那位德国朋友说我的观点非常的极端极右，说我呢有纳粹倾向。然后呢，他是我一个多年的好友，正因为我反对德国当时的移民政策。我反对德国这样大规模接收所谓的难民，然后呢，他就跟我断交了，真的是有意没有了。有意的小船，你看说翻就翻了，这是我本人亲身经历的啊。所以那次之后呢，对我的打击真的非常非常大。从此之后，我对德国来说，我对德国政治我就不再关心了啊。就德国发生了任何的事情，我觉得都跟我无关了。而且
有很多时候我就采取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因为我觉得是活该的，因为你德国人是这么想的啊。我本来是为德国着想的，为德国利益啊，德国的未来着想，因为很多是文盲或者是文化程度很低，根本就不会说一个德国单词的，他们就这样进来了，然后德国这个国家用我们纳税人的钱帮他们当大爷一样养起来，甚至德国移民政策有多变态呢？可以把他在老家的亲人，比如说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也接到德国来，是家庭团聚签证。在德国，我相信呢，你们有在德国工作的人，有工作签证的人，然后呢，如果你想办理你在老家的，比如说你的老婆、孩子过来团聚，对不对？团聚签证，我相信啊，德国驻中国大使馆、德国驻中国领事馆绝对会卡你，非常的困难，除非你是像中国很大型的公司，以公司出面帮你担保，可能比较容易一些。如果你是名不经传的公司，或者是中小型的公司，那德国驻中国的领事馆绝对是卡你的，故意刁难你，不让你的那个家人过来。而另一方面，这些人不管是中东哪个国家人，或者非洲哪个国家人，他只要是说我是难民如果是难民身份得到批准之后，那马上可以申请他的家庭团聚签证了。甚至在德国，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德国北方城市汉堡发生了这样天下非常奇葩的事情，而且是违反德国宪法的事情。是怎么样呢？一个应该是叙利亚的难民，他接他的第二个老婆来德国，而德国的宪法规定啊，一夫一妻，对吧？就是说一个人一个男的只允许有一个老婆，他的第一个妻子已经来到德国了，他现在申请他第二个妻子来。开始德国驻那个叙利亚的领事机构没有给他那个团聚签证，但是后来这个叙利亚在德国的难民，他采取法律手段到法庭上告了。这个法官是怎么判的呢？站在这叙利亚难民这边，然后呢，他的第二个老婆也得到签证来到德国了。这件事情呢，在德国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那个讨论。当然德国人是非常非常气愤了啊，但是德国是所谓的法治国家，法官这样判了，那这个人后来就顺利得到了签证，然后来到德国之后，德国的那个福利机构用我们纳税人的钱把他的第二个老婆也养起来了。你说像这种已经违反德国宪法的这种案例都能够发生，德国这移民政策是不是特别变态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越来越多的德国人也好，还有像我们这种在德国的外国人也好，我们越来越反感德国这样的移民政策，不是没有原因的啊。因为像这种，我认为一个是变态，一个是脑残。德国移民政策真的是脑残，德国急需的人他不要，把他踢出去，而德国呢不需要的人，他就是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全部照收，什么垃圾都收起来，而且用我们纳税人的钱把它养起来。既然你那么变态、那么脑残的移民政策，好像就是要搞垮德国一样，那我做一个在德国的有外国背景的人，我就觉得现在我真的是幸灾乐祸。你德国烂得怎么样，与我无关。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或者在这里留学生活的华人也好，中国人也好，是这么想的。我现在就是采取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种心态，幸灾乐祸的心态。你说我变态也好，因为是德国变态的法律导致我现在的想法也变成了所谓的变态。其实我觉得我是正常的想法啊。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了啊，就德国移民局的态度特别的恶劣，把我们当垃圾一样对待。我是在德国合法的留学生啊，当时，但是对我真的是太恶劣了。当年德国斯图加特移民局的人怎么样对待我，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啊，态度极度的恶劣。而我呢，因为德国身份，所以我回中国呢，相当于我是外国人，所以呢，我在中国我有与中国的出入境管理局打交道的经验。出入境管理局就相当于德国的这个移民局。我去我们老家广西桂林工程，看我频道朋友知道啊，我去我们那边公安局的出入境办公室或者是出入境管理处，
我当时想去办理一些手术，然后呢，我就去那个地方，是在我们县的政务大厅。政务大厅就是一个县的所有各个部门啊，在一栋办公楼里面办公，就是为了方便市民去办理各种手术。我觉得这个政务大厅是非常好的啊。以前要跑各种各样的部门，现在就是跑那个地方就可以了。那个地方也有那个出境管理的机构，所以呢，我去问了，他说像我这种情况呢，我要到我们桂林，因为大桂林它下属有好几个县，加上桂林市，一共呢它有个出入境管理处，我要去那个地方去办。然后呢，他还非常好心的帮我打电话跟桂林那个出境管理处帮我协调，然后他就告诉我哪天可以去。我觉得这样的那个态度非常好啊。他这样对待我这个外国人，我觉得与德国对待那个外国人的态度完全是两样。中国这边特别的客气，态度非常的和蔼，真的是啊，让我非常的感动，还亲自帮我打电话协调。另外呢，德国那边把我当垃圾一样处理，每次呢都横眉冷对千夫指这样子。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我没有半点的夸张啊。所以你说我对德国这个移民局能有好的印象吗？同样，我作为外国人，我在中国，我受到了我认为非常客气的对待，因为我有德国这对照，所以我就觉得中国这态度对外国人实在太好了。而且我不是那个欧美那种外国人，我就普通一个相当于华裔，在中国受到这样非常客气的对待，所以我就觉得中国这个政府机构办事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我给一个大大的点赞。好的，朋友们，今天咱们的节目就是讲德国变态的那个移民法、移民政策，导致了德国现在可以说整个国家很乱，治安非常的差，隔2天就发生一起严重的砍人事件，而且像这种事件此类事件今后在德国绝对还会发生，就像家常便饭一样，是不是会这样？让我们拭目以待。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